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科技洞见。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为什么值得拥有一个香港银行账户，对比香港主要的账户的优缺点，如何正常的使用。实际上，香港银行账户这个事情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每年都是热点，大家都在开。然后有些人也是看到国内的一些自媒体都在提这个事情，大家都觉得应该还是开一个吧。但是开了到底起什么作用，对自己有什么利？去香港去怎么去开银行账户，这些实际上都没有太多的想法。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就是针对以上的问题做更细致的一些解答。这个细致点当然包括香港银行的分类啊，国内几个不同的银行它的主要区别，更重要的就是银行的账户类型、开户的流程、开户优势、账户的维护与使用费用等等，合规使用的要求，最后给出一些总结和建议。今天的这个话题估计占用大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是有兴趣听的话，也可以就随便的听一听，我会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方便大家到香港去开银行账户，去使用银行账户，或者是说选择一些银行账户。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为什么要选香港银行账户？主要是觉得内地的投资渠道还是太狭窄了，大部分人都只能投资股票，或者是说银行里面的存款或者理财，就这几项。但是银行的存款和理财现在的利率实在太低了，而且理财也有暴雷的，基金更是亏的受不了。A 股嘛，十几年的老样子都扛不住了。而香港呢，它是跟国际接轨的，香港本地的，还有全球各地的一些基金公司，都喜欢在香港发一些基金。这些基金的年化收益确实还不错，这也是一部分人办理香港银行账户的原因。如果是说自己有境外的结汇款的一些要求，香港银行账户确实很方便。当然还有银行账户会申请一些银行卡或者信用卡，在境外刷会更方便了。更重要的，香港是多币种账户支持，现在主流的货币币种，香港都会支持的，而且香港的汇款的收款的费用会比较低。我自己有美国银行的账户啊，但是美国银行的账户是这样，你收美元的话，入账的时候，收账费用这边大概是一笔就要$15，但是香港银行账户是要不了这么多的。虽然大家都在说香港是所谓的什么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人如果是接触国际银行以及转账汇款等等，香港还是首选，这也是香港银行账户开户非常热门的一个原因之一。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香港银行的一些分类。香港银行分类实际上早期是一个比较忽视的一个话题，大家就觉得哪个银行好，哪个银行不好，然后一窝蜂的去开。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主要是适合自己，好的不一定是适合的。那么首先看一下国际化的银行，国际化的银行主要是跨境资金管理，
全球的网点覆盖。如果说自己未来的生活有多个国家，比如说欧洲、美洲，还有中国、香港，都会涉及到流动性比较大的话，那国际化的银行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它在这些地方都有它的银行的网点，多币种账户支持。实际上，香港本地的所有银行都支持多币种账户，这也算不上是一个优势了。国际资金的管理能力，如果是国际化银行的话，它在每个银行都有网点，都有它自己国内的银行。那么如果说自己又有港币啊，又有美元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币种，那可以分别的去存储，分别的去理财，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本地化的银行应该怎么说呢？它是主要用于香港本地居民的需求，本地的支付的，当然它也支持跨境汇款，也支持多币种，也有免费的一些账户服务，这种区别不大。但是最主要的，它是本地的银行网点会特别多，使用起来比较方便。那本地银行呢，它的免费账户服务和低费用这一块，相比国际的大行会有优势一些。但是现在各个银行都在发一些免年费的账户了，都有这个趋势了，也算不上一个太大的优点。这是本地化的银行。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数字银行，我觉得年轻人用的会比较多。数字银行只需要一个网上的在线申请就足够了，它也没有银行网点。但是数字银行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国内的实体银行转账的话，是没办法直接转账到数字银行去的。香港的数字银行它只能香港的实体银行转过来，当然也有一些收汇款的功能，那是香港的银行对外的收汇款。我觉得更侧重的还是自己零用钱在手机上去支付，用数字银行会方便一些。数字银行应该说是年轻人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如果在香港本地的话，有许多人还是用现金，在数字银行是没办法去取现金的，这是与传统的银行的差别。我们看一下国际化的银行，汇丰，我自己办过几个银行，我之前拍过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香港银行开户全攻略，我的中银香港招商永隆与中银行的开户实战记录。我当时到香港去开银行账户的时候，我认认真真的考虑过汇丰银行，但是我没有去开。首先我们看一下汇丰银行的一些优点和缺点吧，然后我再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不开的原因。汇丰银行它实际上本来叫做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它的主要服务还是香港和内地，它在英国和美国服务会薄弱一些。大家看中汇丰银行，主要是觉得它的跨境汇款会非常方便。比如说我在内地，如果存了50万，开了一个汇丰银行的卓越理财的账户，这个账户在汇丰的各个银行同名账户之间是免转账手续费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内地开了汇丰的卓越理财之后，在香港、美国、英国各个地方都可以开汇丰银行，就相当于自己用了
有了许多的汇丰银行账户，这是大家开汇丰银行账户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了解到，如果是开汇丰银行的账户的话，虽然说全球的转账是很快的，免手续费的，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换港币、人民币换美元的这个汇率优势不太明显。我自己是觉得是这样啊，它是根据换汇的这个差别，把转账的手续费给覆盖掉了。因为转账对不同银行来说也是成本嘛，但是它要免费，肯定要覆盖成本，那这么只能在转换汇率的差别中间去覆盖这一部分成本了。所以大家说汇丰的转账的汇率比较坑，但是论总的金额应该还是差不多吧。汇丰有好的一面，就是提供境外的资产服务，满足跨境的客户需求。当然，汇丰好像本身也是香港的一个发钞行吧，网点的实力非常大，服务也是有保障，支行比较多。优势当然就包括多币种账户支持啊、跨境转账、国际融资能力强。但是也有劣势，就是刚才我说的，汇率不太友好。汇丰它由于说你一个地方开通了卓越理财，那相当于全球所有的汇丰银行都可以开账户了。这个里面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开的那个汇丰银行的支行网点觉得你这个汇丰银行的账户不合规的话，它会关户的，汇丰就会出现一地关户、全球关户的情况。它会看一个网点你是否合规，从而判断你在整个汇丰的体系里面是否还具有开户的资格。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我通常建议，如果自己确实有跨境的，而且是多个国家的转账理财的要求，并且自己能保证以后一直合规使用，开汇丰是没问题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境外资金接收啊，又有多币种，我还不如建议去开外资，就是那个全球转账收费比较友好的应用。综合这些特点，我自己觉得我只是港币或美元的一些理财，当然还有一些证券投资等等，没有太大的跨国际的优势。后来我就没有开汇丰银行的账户了。我在香港当时就开了中银香港、招商永隆和中安银行。如果有兴趣想听我当时开户的流程的，可以看右上角的链接，我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这个事情。开户也非常不容易啊。国际银行汇丰的我们就说到这儿，然后呢看一下渣打。渣打我觉得跟汇丰实际上是一样的。我有朋友开过渣打的账户，开完之后，他也是在内地用50万去存了6个月吧，然后办的渣打，远程开了香港的渣打账户，但是好像他当时是用护照开的吧，后来转账的时候好像出了一点问题，然后就只能到香港渣打的线下柜台里面去核实了，就是 KYC 和反洗钱的那一套，你必须到柜台里面去解决问题。但是很不巧的是，他当时到香港去是带了港澳通行证和身份证，
但是他开香港的渣打银行是用的护照去开的，他当时又没带护照，所以专门跑了一趟香港，结果那个账户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掉，后来又要重新跑一趟了。这个事情也带给我们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有香港银行账户做跨境的资金流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合规使用，免得让你到线下去处理一些问题。毕竟自己跑一趟也需要花时间嘛。当然，渣打这边的优势，我觉得跟汇丰是一样的。这一边就看大家的一些情况去做决定了。花旗银行，我这一次也单独拉出来说，因为实际上花旗银行跟汇丰银行还是处于不同的定位的。因为大家知道，汇丰银行它的本名叫做汇丰香港上海银行嘛，它服务的也就是中国的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跨境的需求。但是花旗银行它是美国本地的银行，它的全球转账会更方便一些，规定全部是按照美国那边来的，这是跟花旗完全不同的一个点。但是作为银行，大家来说，它本来是金融机构嘛，服务的客户签约度也好。花旗银行一般来说，就占的高净值的客户会多一点。如果说自己有高净值的资产需要打理的话，可以用花旗，但是它的理财的水平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当然，跨境资金管理这一部分，基本上香港的所有的银行都有，我们也不算在提。它的优势也在于高端的银行网点，因为花旗它本来就是一个国际的银行，它的网点在全球覆盖也特别多，这一部分是足够可以放心的。它最大的好处估计是宣称的资产管理服务，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我只是根据分类不同来看一下。看一下本地的银行，本地的银行，恒生银行在香港也会特别多。那如果本地的银行的话，就包括香港本地居民的日常的一些需求，它的账户服务是免费的，但是通常免费啊，还有一些条款，大家比如说转账的收费啊，或者是说跨地区的一些服务收费这一部分，可以去它的网点上去查一查，费用相对来说会比较低，这个是本地的优势。那么中银香港也是本地化的银行，因为中银香港它本来是和中国银行内地转账它是免手续费的，我还专门拍了一期视频，叫做中银香港转账手续费讲解，主要就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又拍了另外一个视频，中银香港的开户详解、张国展示，里面说清楚了中银香港开户需要的事情，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一些视频。我当时开中银香港是因为我有中国银行内地的银行账户，中银香港和内地转账是免手续费的嘛，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优势。它主要提供的也是内地与香港的双向服务。我觉得中国内地的四大行，比如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还有农业银行，他们在香港都有对应的网点，转账也挺方便的。但是中银香港好像是香港的三大发钞行之一嘛，网点比较多，规模也比较大，大部分人呢
也都喜欢开一下中银香港的账户，支持人民币账户以及人民币的汇款，这个是中银香港的特点。但是在境外的人民币的话，一般用的不太常见吧，除非自己有生意上的一些需求。我觉得还是港币和美元会多一点。跨境资金流动这一部分，确实中银香港会做的比较好。我在中银香港转账手续费里面详解里面也看到，基本上它的各种转账方式都是免手续费的，这一点会特别好。招商永隆银行也是我去香港开过的一个银行，我在另外的一个视频中间也提到了，可以在右上角去点击这个视频看一下之前我在招商永隆银行开户的经验，然后还有开户的一些流程等等。我开招商永隆银行的一个原因也是内地有招商银行的账户，招商银行和招商永隆之间去转账的话，效率比较高，但是中间收手续费。国内好像需要金葵花卡，在招商永隆是直接可以下卡的，速度比较快，我就直接去开了。优势当然也是多币种账户支持本地化的服务，跨境转账能力。我们可以看到香港银行它的这些能力都是大差不差的。招商永隆银行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一个货币基金，如果说自己的现金暂时不用的话，可以去买它的货币基金，就好像内地的招商银行的招招宝一样，还可以在那儿不断的升息，好像年化率还三个点以上，还不错的。如果说自己需要用的话，就提前几天取出来，取到活期账户里面就好了。我用了招商永隆银行存了钱之后，我就在里面买了货币基金。数字银行，数字银行香港好像有8家吧，也不少了。我这一次主要是开了众安银行，但是开完众安银行之后，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众安银行首先开了银行账户，开完之后，如果自己要开理财的话，必须要身处香港，然后连香港的 WiFi 才能开，这一点是其他银行没有的，所以我众安银行只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我没有开投资账户。另外，众安银行好像是国内的兴业银行转到众安银行转不了，说它是虚拟银行，也就是说，从众安银行转账最好用香港本地的其他的银行去转，在国内跨境直接汇款好像是有风险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众安银行在数字银行维护成本上会低一点。我申请了众安银行之后，他很快的给我申请了一个虚拟银行的卡。利用这个虚拟银行卡，虽然这个银行卡是扣账卡，不是信用卡，但是海外的支付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比较方便。因为它是虚拟卡嘛，甚至可以绑定在 Google Pay 里面去使用。我觉得还是喜欢互联网服务的可以去用用。如果是需要存取钱的话，就众安银行不算是一个好的选择。众安银行它由于数字化银行，所以它是没有网点的，所有的都是数字化的。当然，存款是有保障的，自己所有的业务在网上也都能完成，确实挺方便。但是众安银行我不知道，假设是说账户合规之后出现风控，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跟客服怎么沟通这一方面我没经验，因为众安银行现在我在里面放的钱不多，使用也还很合规的，还好。我觉得众安银行还是如果是适用于
数字化体验的方式的话，用中外银行比较好。但是如果在中外银行里面要理财的话，还是一定要在香港本地把中外银行理财的那个事情搞清楚。我上一次就吃了这个亏了。香港银行的个人账户类型一般分成这几种，第一种是储蓄账户，这一部分包括活钱啊，包括定期存款等。但是储蓄账户主要我觉得是日常的一些使用，比如说支出等等的，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储蓄账户的活期的金额是跟扣账卡那边直接对应的，相当于自己有多少活期金额的话，扣账卡就可以刷多少。扣账卡如果是刷超的话，还要去扣钱，这个挺麻烦的。所以自己去用扣账卡刷卡的话，一定要注意账户的活期余额是否充足。另外还有一点，如果是储蓄账户这边买定期做定期存款，如果这个定期没有到期的话，自己是要付手续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到期之后转到活期账户里面再取，这跟中国内地的银行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如果定期存款不到期是要扣手续费的。我们说一下支票账户吧，支票账户在香港这边挺常见，在美国那边也挺常见，因为美国那边还需要写支票，香港这边也需要写支票。但是对于中国内地的人来说，支票好像是对公的才有支票，个人都没有支票了。一般来说，内地的居民是用不上支票的，大概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外币账户，因为香港的银行账户它是分了许多账户，一般来说支持人民币啊、美元啊、港币啊，甚至什么澳大利亚元啊、新西兰元啊、新加坡元等。我想一下，像我开的中信银行的国际账户，就是信银国际在香港这边的账户，它是每个币种都有个独立的账户编号，就是那个账户的尾号不同。就是如果是说要打港币，只能用港币的存储的账户接收；如果是要打美元，只能用美元的账户去接收。好像中国银行不一样，它是人民币为单独的一个账户，好像港币啊、美元啊这些又为另外的一个账户。不同银行之间会有这些差别，它的账户需要区分嘛？所以为了支持全球交易的话，这些币种都需要做区别。这是香港银行账户使用的情况。那开户流程是什么样子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参考我香港银行开户全攻略那个视频，那个视频中间把整个开户的所有的经验全部都讲透了。我在这边就稍微就提一下，开户分成身份的证明，你要么用护照去开户，要么用身份证和港澳通行证开户，支持一种就行了。这儿我需要提到一点，假设是说以后如果需要跨境资金转账，比如说证券账户的出入金，香港有个 EDDA 的转账，好像是 EDDA 转账里面用户名还有银行的账号我要完全一致才行。有人反映说我是用港澳通行证开户，然后比如说银透国际那一边姓和名是反的，香港这一边是姓在前名在后，银透那一边是名在前姓在后，就 EDDA 转不过去，好像有的银行是这个差别。但是有人说我用护照开户就没这问题，这一部分我看油管里面许多视频中间说到的这个事情，大家如果是开户的时候注意一下，
但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用信银国际开户，用身份证，对，当时好像也是护照开的户吧，然后没碰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地址证明，当然水电账单啊、银行账单等等。除了这些，还有过关小票，还有比如说自己工作的话，最好把最近3个月的银行流水，还有在职的证明都开出来，这样下卡比较容易一点。我还是建议大家看一看我香港银行开户全攻略的那篇视频，里面讲的非常详细。这个是所需的材料。但是我开招商银行的账户的时候，我那里有金汇卡，其他的都没问，直接就下卡了，很容易。开户的流程一般来说还是需要自己在手机上，在微信里面提前去预约。香港的网点也特别多，如果说自己在香港待几天的话，直接硬闯香港的网点也是一个办法。像我当天招商有能是我提前约了，但是中远香港的话，我在网上预约完全没预约到，现场也去尖沙咀的那个网点也开通了，不过很早，大概9点钟左右就去了。但是一般来说，就算是在网点，还是自己在手机上首先提交的话，在手机上要把一些文件验证都提交好了之后再去柜台。开设都很快，有的一般的话1-2天都开通完成了。这个里面比较麻烦的就是，越是地方集中的银行，他会问的细一些，开户前面的这个 KYC 验证会特别复杂，他会问东问西的，有时候会问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这个整个的过程，我在香港银行开户全攻略那个视频中间都有讲解。关于 KYC 验证这一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另外一个视频，如何避免银行关户 OCBC 关户的深度解析，里面就讲到银行的反洗钱还有 KYC 验证的重要性。所以在整个流程中间，如果到网点线下激活碰到 KYC 验证，一定要理解这个事情，不要太反感。那如果银行同意给你开户之后，后面验证之后账户激活就非常容易了。一般来说，香港银行开户用理财这种方式是最容易开的，但是请千万要注意，如果说你开户的时候说的是理财，账户后续的使用仍然是以理财为主。如果使用用途变了，大规模转账啊，搞不好会封银行账户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开户优势吧。国际化便利的支持，如果是全球的一些转账，用香港银行账户是特别方便的。网点的覆盖，刚才也提到，如果国际银行的话，在全球的各个网点有覆盖的。如果香港本地的银行，许多网点都会有覆盖，这个是特别方便的。香港银行这边的资金流动不像内地每年还有$50,000的限制，自己只需要不超出它的限制金额就好，基本上也是100万港币起步吧。但是香港银行账户不要去大笔的资金当天进来当天就转走，这种方式让银行会认为是在洗钱的。资金流动虽然好，但是自己还是需要合规的使用。金融隐私的保护，就是这些账户，它只是在自己如果需要犯罪啊或者什么的话才会提供，一般情况下不会提供给别人。所以
银行系统这边安全性高，保护用户信息。首先，我也觉得它的透明程度比较高。我们在香港银行的所有的银行中间可以查到它的服务费用，每一笔费用怎么收钱，什么地方不收，都写得一清二楚，自己可以去读它的一些文档，里面就详细的解释。我做过另外一个视频，中银香港转账手续费讲解，就是依据中银香港的 PDF 文件来讲解的这个事情。手续费这一块是绝对透明的，可以放心。香港开户现在的门槛还在比较低的，因为都要拉内地的客户过来嘛，并且基本上都免年费了，开设的过程也比较迅速。就刚才我开户提到的那些流程，自己要完全符合，让银行看到你是合规的，也符合它的 QS 验证，开户都没问题的。如果是做跨境汇款的话，效率会非常高，因为它支持了许多种汇款。香港本地的话，港币和人民币支持 FPS 快速转账，还有什么 CHATS、CHATS 等等的其他货币，包括美元的转账，这是香港本地银行之间的。如果涉及到不同的国家，也是有那个 SWIFT 外汇转账的，这个效率是的确高很多，而且全球是金融的。这个里面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是自己做贸易的、做商业的，开银行账户最好用公司的名字去开，这样商业的收付款就会很正常。如果是个人账户拿来做商业上的收付款，大概率是要被关户的。税务的优势，香港它是不对全球收入征税的，你接到什么税款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税确实比较低。如果说自己在其他国家有一些远程工作的收入，香港银行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接受的选择。香港这边当然也符合税务信息交换的 CRS， 但是 CRS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有人一说 CRS 要交换信息就比较怕，实际上也不用怕。我觉得手头没有几百万的话，一般也不会交换。这是税务优势的情况。再就是境内转账便利，这是我觉得香港账户优势最好的一点。只要在香港通过了线下的认证，在内地使用香港的银行账户，手机的应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里面当然包括香港内部的 FPS 快速转账，各个银行都是免费的。内地到香港的转账也是免费的。当然，我举了中国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好像现在也是这种情况。这两点是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合规的香港账户的最重要原因，确实转账太方便了。账户的维护与费用呢，主要包括几大部分。首先年费这一部分基本上普通的都没有收年费了，但是如果自己申请了高等级的银行账户，如果资产不达标，肯定是要收费的。这里面各个银行有所不同，可以看一下这些银行的收费的文件，上面有很清楚的说明。还有维护费用比较低，首先它的汇款的接收，然后汇款的收款都有详细的费用，它就没有其他费用了。但是如果自己在里面去做理财，好像是也不收款。如果有基金的话，基金会有一些年费等等。
对了，如果自己在香港账户里面开证券账户的话，证券账户假设有银行证券持有超过1年，是要收证券的托管费的，好像就没其他费用了。但是说实话，香港的银行里面的证券费用会比较高啊，建议还是去专门的证券公司去开户，还有许多免费的账户服务等等。ATM 的取款费用，香港本地使用 ATM 取款一般不收费，这和内地一样，内地现在好像个人银行卡 ATM 取款也不会收费了。如果是国际的收取款，可能会有一些费用，比如说我拿着香港的口张卡在美国那边去取美元，也许会有费用。这一部分我觉得还是根据各家的收费情况来吧。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去看一下文档。跨境汇款费用，这个比美国本地的跨境汇款费用要低很多。美国本地的好像是自己接收外币的转账要15美元，如果自己跨境汇款出去电汇要35到45美元。香港的确实很便宜。我刚才一直提到港币的 FPS 转账在香港境内是完全免费的，各家银行互转都是没问题的。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如何合规使用。合规的这个事情，我之前在如何避免银行关户 OCBC 关户的深度解析里面，重点说了合规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当然是包括 KYC 验证码、反洗钱的合规，那一部分是合规最重要的情况，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先看一下税务合规。税务合规 CRS 申报这一个是银行主动申报，大家也可以不用理会。税务合规要求符合香港的税务法规，如果是自己大规模的接受商业上的汇款的话，一定要开公司的账户，不要开个人的，这样的话会可能引起税务合规的一些问题。税务申报这个也是属于商业接汇的时候，公司接受汇款需要注意的，个人的话应该不需要，个人基本上是从内地的同名划转嘛。反洗钱法这个是重中之重，所以银行会要求资金来源说明。一般的话是从内地的同名账户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自己不断接收他人的账户再转出去，这不明显的摆在洗钱嘛？所以银行是需要去查的，自己要去证明是合理的使用。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合规审查会越来越严，如果自己稍微不注意的话，使用不合规，银行是会被关户的。使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点。这一部分还是建议大家在如何避免银行关户这一部分那个视频里面去讲，我把视频放到右上角，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实际上 KYC 验证和反洗钱法这两点，任何一家银行都会重视。如果自己只要使用9万银行，就逃不过这两点，一定要注意。账户的活跃程度这一部分，你比如说每隔3个月转一笔账也是可以的。我自己在中银香港的开户的过程的中间讲到，我在中国银行里面买了一个货币基金，但是那个基金每个月给我派发了利息，实际上我的活期账和余额每个月是在动的。这样的话，我保持我账户每个月的金额是在变化了，这也是另外一种账户活跃的方式。
大家也可以尝试尝试。定期的进行交易，不要半年不活动，但是也避免大量的资金快速进出。这是账户活跃度方面的情况。更重要的还是避免违规，账户洗钱，这个是重中之重。违规之后，账户会被冻结。我不知道在香港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自己账户违规，而且证据确凿，除了银行关户之外，会不会把自己的银行账户的信息报给香港的金融管理的委员会，然后这样造成自己成了香港的黑户了，也有可能。所以尽量的要合法合规的使用，一定重中之重啊。看最后总结吧，我觉得还是选择适合的银行。之前讲了那么多，有国际的社会款，有理财，或者是说证券的账户等等等等，但是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说自己就是去炒一炒港股，然后就看一下转账手续费比较低的银行就可以了。如果说自己有多个国家的需求，尽量的用国际的银行的账户，因为它会给你开不同国家的账户嘛。开户的流程，我觉得招商有农是最快的，因为内地的金葵花卡拿出来就直接能下卡，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其他的话，审核会比较严。说到底，使用还是要保持合规，就是你用银行的账户的时候一定要规范。那还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假设是说这个账户一直不规范，第一次还可以提醒，到后面的话那就只有关户了。合规很重要，违规的话会对自己的信用造成影响，这是得不偿失的。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希望我给大家介绍了关于香港银行开户的这些信息之后，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出合适的银行账户。如果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留言中间问我，我会及时解答。谢谢大家。